就整个那个美国从这个就是基本的那生活环境，一直到就是医疗什么的条件都变差了。在纽约街上走又不安全了。我记得我是80年代初去美国，看着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美国城市普遍，现在又完蛋了。然后医疗特差，是吗？反正就是过去这些年闹的简直是。我觉得伦敦好像也不如以前干净了。对，纽约都不是最坏的，最坏的就是落差最大的是旧金山。当然洛杉矶也有这问题。情况真的像我在网上看那么严重吗？我看 LA、San Francisco 很可怕的。我跟你讲，我不让你看。Oh my God， 那个没落到这个地步。有一天我是要去看我的老师，我是在那边念的书，然后呢，他呢是在那个市场街哈，这 Market Street 的南边。那以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那地方就是破烂的工厂什么的，所以什么艺术家、建筑师都到那儿去建立工作室，其实已经盖了很好的房子，所以要去找他呢，我和我妻子我们俩就走过去，结果那一条街上，就是走几步。你看见有一堆在这不明之物，就是在那个人行道上，那是一个人一动不动的，然后再走走，然后臭气熏天，因为他们这些人哈这就是我经过，但我也不敢拍照哈，要拍照可能就跟韩国电影差不多了。当然他是无家可归，然后可能有精神问题，吸毒吧？吸毒。当时我们已经觉得后悔了，可能再有2个街口就到了，得走这么走，这么绕着这一堆一堆的。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个还跟左派有关系。其实我得声明，我本来是左派，白左。不白了，黄左。但是实际上那左派的州政府认为有精神问题的人只是和没有精神问题人不一样，不是一种病，结果把精神病院也关了，他还节省开支，把这些人都轰到外头了。所以街上地铁上，哎呀，这真是左派知识分子，就福柯那一路的是吧？这精神病也是正常人。对而且 welfare 福利啊，是他那个 LA 还是 San Francisco， 不管你哪里来的，反正你来生活每个月派钱给你。结果其他州的人啊 ，homeless 无家流浪汉都涌去了加州，涌去了特别那2个城市，反正要领了钱嘛。麻省理工学院是建筑学院还是建筑系？我那个当建筑系主任。我觉得香港就其实比较符合您那个理念。那城市很容易逛啊，哪到哪。对，在香港一天能办8件事儿。我现在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就讲究大的设计哈，其实呢，小小的创新，我觉得最亲民了。你看，很多时候要逛一个小巷子，我就觉得就是小商品，咱们过去说小商品批发市场哈，你看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它有时候也意味着走量。有的时候我到一些旅游点啊，我一看是有很多个铺子。但卖的都一样啊，都是义乌的。对，咱们这个可能是追求当大画家，但是我觉得本来可能应该是有很多小小的设计师，他一个小店是吧？你看，你像在有些城市里，哎，那真的是不一样，这是家都不一样，个都不一样，一个眼镜就有无数种，它不是大同小异的。哎，我觉得这样才好逛。对吧？好逛就是它有这个差异性，有不同性嘛。它其实每一个城市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伦敦去，到日本去，它那种社区的性的那种，其实都差不多，它的风格差不多。英国是英国的味道，伦敦是伦敦的味道，京都是京都的味道，都房子都差不多。它有趣就是在它这种小店，让你有这种意外的惊喜。是吧？你就是散步走的时候，突然跟小店，这小店是卖杂货的，对，他就根据这个老板自己的品味，他选的那些东西，一个篮子，或者是一块布，
一个小包包，还有或者是一只碗，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他的品味你跟他一见如故，好像他的东西是知道你的心，这种东西都不贵的，所以他这种小店，包括你像咖啡馆啊，吃饭的小面馆啊，或者这个在街道里面就是组成这些活细胞，让你形成一种有灵魂的东西。哎，你这个说法好，就是你现在流行起，尤其听说年轻人流行起一种新的玩的旅游的方式，叫 City Walk。City，就是啊，因为现在到很多旅游点太麻烦了，你包括欧洲也是一样，大的博物馆都得网上预约呀，要不就没票啊，或者赶到哪儿。现在你看兴起这么一种，就是我不奔着哪儿去，我在一个城市，我也不是说非得去卢浮宫，非得去哪儿，我就信马由缰的这么转。但是其实就得有这么多的活细胞，你这么玩啊，太快乐了。我记得那个阿成在那个威尼斯日记里写，他就说他的喜欢的一种逛街啊，就是在一个小街道里走啊，迷了路走岔了，他说我也觉得就是不妨就是将错就错啊，不妨就这么逛一逛。他整天就是在威尼斯，他就是这么逛啊，走错了就错下去嘛，没有对没有错。哎，这就得，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微组织啊，够丰富。那要看对，你站在什么立场哈？最近几年香港不是说经济不太好吗？都香港政府花了好大的力气推广，把游客招来，也有一些成效哈。就数字来说，突然这一年多了不少游客哈，特别年轻人、什么中年人跑来香港。可是他们来干嘛呢？文涛，就是你说的 City Walk， 不花钱，你知道吗？香港人急坏了是吧？连住都不住酒店，甚至还有人在一些网络平台教你怎么在香港，就可以不花钱睡觉哈，也 City Walk 也不花钱了，就算他去逛小店，他们逛得很快乐。可是不花几个钱啊，结果香港政府花了一大堆钱放烟火，然后搞什么活动，人是来了，用粤语来说，旺财唔旺丁啊，旺财不对不起，旺丁不旺财，旺丁不旺财，就人多，但是不花钱。对啊，然后以前像我们作为本地的人哈，还周末可以去山啊，去河边海边走一走，现在去。都是人，在香港好像每一天都过着5·1长假期一样，都是挤的人。你带头这个前提啊，相对这个地方是要稍微封闭一点啊，这个一个小体量的。就是逛小店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一个设计的小的一个旧箩筐什么的，都很好看，真的。你放在家里，你就往那桌上这个黄花梨上一放，没错，一点也不输黄花梨的它的美学上。因为一说这个什么讲究，就容易跟财富挂钩。人家很多人就是说，你们有钱，你们才能这样，对吧？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一个月挣几千块钱，也可以在你的消费层面上有讲究。像我，比如说看巴塞尔，或者看什么一些这个展呐，你知道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当代艺术啊，它至少对我们这些看不懂的人呢，有一个作用。比如说啊。我要兴起点兴致，我想买，对吧？但是呢，我比较不会买什么呢？就我看着没难度的，对吧？这是创意，当然是很厉害，有点技巧的。对，就是说这东西我弄不出来。说实在的，我看了这个巴塞尔的艺术展之后啊，我就觉得好多呢，哎，我也可以做呀。它这很简单，几块砖头，怎么，哎，其实我就是说这也不需要什么钱。哪怕是自己在家里是吧？所以说捡几块砖，哎，我装饰在哪儿？其实就是就是跟爱穿衣服一样，他好像就是哎，其实就是爱生活吧。对。那个意大利有一个艺术里面有一个流派叫贫穷艺术，就是这个艺术家呢就选择的这些材料啊，就可能是一块破布，或者一块破木头，或者是一块什么东西，把它做成的艺术品，是很有名的一个流派，叫贫穷艺术。他就是说，用材料方面也选择的时候，材料本身即是作品。对，所以什么都得，咱们得会想辙，有这种眼光才能美化生活。对，它也需要一种智慧。相艺这事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有点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我想说呢，就是，
这么说吧，就是降 E 的反面是什么？您觉得？我觉得是什么哈？啊，其实用美术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接触到好多人，可是他对艺术有一个理解呢，是一个人先得最好喝点小酒哈，然后晕晕乎乎的，哗就来一下子，然后一看可能觉得不怎么样，揉了，然后再来，或者一下子就那一下子吧，不管怎么样一下子，那就不是降 E。降 E 是慢慢抠哧的。啊，对吧？你一块木头，你想给它弄平了，你用刨它，你一下一下来吧。然后当然就是画图，这个徐老师画，你要非常精心的去制作它的，那才叫降 E。所以太多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他画了一辈子，都是那么一下子就最后也出来可能佳作哈。可是常常我觉得那个真是违背了，其实艺术里面它有一个制作，当然我们干的这活也是，你一块块砖垒，你就是真正你要是有一个材料，它是通过一个过程，可能还挺漫长的给它制作成的。它是多快好省的反义词。对对对，不知道啊。是啊，读完大学下来呢，基本上我觉得绝大多数整体的感觉是敏感的，都是敏感的。哎，是。他要培养社会的，你在社会上混呢，敏感不重要，钝感重要。日本有本书叫《钝感力》嘛，钝感力就是所谓钝感力，就是领导批评你一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为你好。有的人批评一句就要你寻死觅活的，那肯定不行。就是你不要那么敏感。其实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哪儿，你可能今天有一个事情没做到位，然后你的直系领导可能瞥了你一眼，其实他瞥你那眼，他真没瞥你，他可能是想别的事儿，但是你就可能为他瞥了你这一眼，这一天就心神不宁，就过于敏感。我觉得判断事物的时候，你比如你判断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敏感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你在判断人际关系上的时候，不要那么过于敏感。人家其实有时候没怎么你，但是是你自我觉得，然后引发连锁反应。那钝感一点呢？那我觉得就朋友之间说错一句话没什么事，一开玩笑过去了。领导之间批评一句啊，把具体的事儿记下来就可以，但是不必要非往心里去，觉得哎呀，我以后是不是上升就无通道了？领导永远看不上我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要还是谁出钱，假期算谁。因为你讲的这些永远是现实主义，不是他讲的这些都讲的有道理，但是这些都是公司培训。就是等于是工作能力之外的同事关系的一种培训，所以这个当然应该公司不是他有时候不是还有我们自己花钱来接送这种，那不是他有时候是为了培养你什么呢？你比如啊，你是卖保险的，为什么有的人保险就卖得好？他第一个决定你的要素的是什么呢？你要脸皮厚，对，这不是钝感，这是羞耻感，就让他的羞耻感打掉啊。对，他先是锻炼你，你要把你的这层壳剥开。第二步才是你的说话技巧，就是你怎么能够，因为有人也是要培训的，有人是天生的，永远会站位，就我永远说话让你舒服。什么叫让你舒服呢？就是我永远说的话比你低半头。我如果我给你平视，你肯定就生气了；我给你低一头呢，你又鄙视，所以你就低半头。这个分寸非常能拿。最好的销售人员一定是说话的技巧。而且最好的销售人员从图表看呢，都特恐怖啊！因为我去一个，那好多年前我去一个房地产公司看销售，那墙上一张大表，所有的售楼小姐在那儿，其中第一名那条红线出到这儿，第二名根本就在这儿，3名、4名、3名都差不多。他一个人恨不得销10个人的房子，那这时候呢，那我就肯定有一个判断，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语言的魅力，对吧？那这个同事不会这么说，同事一定说他长得好看，他肯定是这个路子，对不对？他为什么搞定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一句话。我先说我自己，我去买房，97年、96年，我去买房呢，那时候都是那个房地产的交易大会，乌泱乌泱的人啊，都是这个罗马花鸟、瑞伊斯、水城什么都弄得特奢华，然后有一小摊儿，什么也没有，就一女的懒洋洋在那坐着，我就过去了，我说哟。我说你这房地产项目怎么没名啊？就写着，因为我现在不能说牌号，说是牌号人都找我们家去了啊，就是某某街某某号就完了，而且是某某街某某号住宅。我说
我说你这个房地产项目怎么没个名啊？就是你没起个高大上的名字。那女孩一句话就把我搞死了。她说，唐宁街8号也没名。哎，第一举了你，对吧？您来我这儿，您这是一个有名的地儿，对对，尊贵的地儿，英国首相去住的地儿，是不是？然后呢，他又不动声色的就把这事儿说了。哎，我一听啊，我说行，我说咱俩谈。然后我几分钟我就把房子买了。有，主要是唐宁街给了您这信心。哎，不是说话的技巧。就是那说明您也挺上套的呀。对，就是说话的技巧。估计啊，就有地产商改的项目就改成唐宁街9号。对，我告诉你，不是有一个能把您这样的给套住，那您这道行也不深呐。不是，他是这样啊，每个人都是有短板。你比如说有个经典的推销案例，就是说话的案例，就是卖早餐，你们都知道这个案例哈，就是服务员上来，您是要2个鸡蛋还是要1个鸡蛋？他是这么样问。另外一个说你是要你是否要鸡蛋，就是早晨起来摊鸡蛋嘛。所以这个服务员永远卖的比别人多得多，因为他是让你在2和1之间选择一下，或者也可以说您的鸡蛋是要2面煎，是要1面煎，你肯定选择啊，我就1面煎吧，或者我2面煎。这是一个会销售的人的一个语言技巧，这个是可以教的。你是卖2套别墅还是卖你要10号还是11号的？所以呢，就我说的这是一个实际案例，就是他有时候搞定你不需要说很复杂的话，不需要你炫，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我使得最好材料，我哪，我们老板是谁，说的全都没有用。对，人家要的是实质，只不过恰恰是我想要的那种房型，就这个上面有。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一个人是那个是那个 FBI 专门讲人家解救人质的谈判专家。我发现他讲的好多东西其实可以用于社交，也可以用于谈判，用于各种上。因为他说我们忘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谈判。我们很多时候你给人打一电话，你说我5点钟见，但你不想5点钟，我要去6点钟，那就是在谈判。然后或者说我把车停这儿停那儿，或者是多少钱，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7、8次谈判。他就说，所以谈判很重要，你要有这个心态。那他说怎么谈呢？我跟这人说话的时候，他说：第一，你呢，就是他有几个，就是这个3板斧哈。第一个，他就说，这个人说什么，你重复一遍他说的话，就要让他不露声色的。哎，你比如说你要说，你说，我想买房子，你说您要买房子，我不买别的房子啊，我就要那最好的。哦，你要最好的。哦，然后就3句话以后，他就开始他要跟你说话了，他就一定想跟你说话。然后呢，你再根据这3句话，你就开始抓住他的特点。哦，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不是说我要买最好的房子，比如说哦，那您一定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哎，就就把他的这些东西，你先是重复，然后呢概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概括，他就顺着你这个就下去了。就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坚定的跟对方站在一起，这是说话的一个技巧。比如你刚才那个是讲的还是一种销售的案例，就是你这个谈判是因为大家都有目的的。还有一种非销售的，比如我们同事之间去讨论一件事儿，比如我们讨论一个项目，那项目我要想办法，比如我明显的跟你不是一个想法，那我怎么能跟你探讨下去，而不把这个事儿最后谈崩呢？我一开始先站在你这边，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好的，我们俩一块往前走，走的时候我想尽一切办法，一点一点把你拉到我这边来，这是一个技巧。如果你开始想说，哎呀，徐老师，你这想的都什么？你这个，你徐老师说，你背后说买了都哪个人脑子有水，然后就完了，咱俩就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我先说，我说徐老师，你想的真是我最初想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我跟你站一块儿了，啊，但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最初想弄，后来翻盘了，就这个意思。你在途中不停的去改进，改进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难改的人呢，你就是慢慢的一次改一点，一次改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你可能下2句话就告诉他，我最初就这么想，现在想这个是有弊端的，我告诉你弊端在哪儿。我们开学术会议呢，就是有2种说话的，一种说话呢，就像你刚才这样，那这样的人真是人缘好，他永远是，文涛刚才讲的这个是很有道理，好，然后他再把你的观点稍微重复一下，但是呢，很快他讲出他的观点是跟你不一样的，或者你提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啊，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但没有说你讲的对，对不对？先是这种，但我从小呢，不是从小了，就是到学校以后，接受学术训练呢，一直听到，比方说我的老师啊，他们就一直在讲。
在学术问题上不要那么讲技巧，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当时还真信了呢。就是老师把你害了。常常开会的时候，就是说谁谁谁讲的，特别是有名的人，我们会去讲啊。某教授刚才这样讲哈，我不同意。好，就这样来。这个也有个好处，人家马上来看你了，就是说人家会注意你。哎，你这个年轻轻的，你怎么会对某名教授讲的不同意呢？人家听你，但是实际上是吃亏的啊。时间久了，你知道，人家会觉得你傲气。啊，这个狂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就这么纵容，就说年轻人就应该狂，尤其是写文章，那你更加应该直接的什么什么。所以我一直上这个当，啊，到了我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转过来。其实要理解就是很自然，因为人的大脑接收到如果是一个不同的意见，他第一反应不是好奇说，哎，这人怎么想的跟我不一样，而是这是一个挑战。对，就是他有这科学研究人大脑一接受到不同信息，哎，你在挑战我。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跟人交流的方式，先赞同后。是，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也有技术。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呢，人也有性格。为什么说要认识自己啊？有的人可能不适合做卖楼的工作，但是也许他适合做科研的工作，对吧？有些人适合做秘书，有些人适合做导演。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性情。你比如说，有些时候讲好多这个天才啊，你知道都说有一种病叫阿斯伯格综合症。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听过。就甚至说这种病叫天才病，像什么那个谁啊？这个要上火星那个马斯克，对，狂人呢？哎，就狂人，哎，但是你看这种人，他还有个命与运，对吧？他有他特殊的际遇，但是我就说，就一般来说，你承认不承认确实有敏感的、羞涩的，有一种叫社交疲惫，就是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应付这个每天呢，跟这个领导、同事。社会上的客户应付这些关系，他已经觉得很累了，就是有个休息日就恨不得缩在自己的壳里。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这非常正常，这非常正常，对，这非常正常。就是那公司不肯出钱。对，您像马爷，您说的那个就是特别管用，这些技巧。但是问题在于，有的时候啊，没有动力。什么叫社交疲惫？就是说打不起这个精神了。就是当然我知道怎样社交，但是好像有些人喜欢独处。某些地方的团建他不喜欢，对吧？实际上也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他这个边界意识、自我这个圈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强了。或者说工作和生活，他觉得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我不一定要变成公司的延续，对吧？这样的年轻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他适应有些社会规则，他也挺苦的。因为你看，今天有些工作就是延伸到了生活。你比如说酒局，这真是个就是挺不好的，一种社会规则。就为什么谈生意，为什么要喝酒呢？为什么拉个客户都得这么喝呢？对吧？您像马爷这个老江湖，对吧？把你们全给灭了。但是你想，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他确实他觉得这个东西，即便他能适应，这样感觉透支心灵啊，透支精神呐，就是这么怎么说话能不说错？您知道吗？就是我发现啊，说1000到1万有个根儿。你活了这么大岁数，说实在话，就是你意识到没有？你有一个东西是脚跟站稳了，你这个脚跟站稳了，是你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验，它使得你能够清醒地看待一个交际的问题。比如这件事情怎么对怎么错，我应该谦虚对人，我应该高抬别人，抑制自己。你觉得啊，你哪门清，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啊，小同事吧，也算是，就是他说他到他父母亲的那个圈子，他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了，父母亲交往圈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就是在他们当中啊，就像是一个就是小孩蹒跚学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你们的这种交际的这个规则，我又怕我说错话怎么着。就是感觉就是本身这是一种小孩子就是站不稳呐，就是本身是一个蹒跚学步的这么一个感觉。他说
我不愿意出去，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每个圈子里的规矩。比如说个很简单的，去吃西餐，他就说我怕就是弄不清楚这一套刀叉。学呀，就得失心很重。看两边啊。我记得那个对那电影对吧？那个漂亮女人，就那电影里面不就是教他这个用这叉？后来人家不会用，两个人就一起用那个最错的方式吃，也吃它，就是我觉得就是得失心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把自己放低一点，让人家显示优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说话的技巧。说实在话，能自低的人呢，实际往往是已经有些自信的人了。他就是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的，那个我估计才是蹒跚学步刚进入社交场的那种心理。我的意思是，那个修养、说话态度是锦上添花，但是更重要的东西，我面对我的学生哈，我还是一直跟他们说，比方说你刚才讲的这种心理哈，他碰到一群人，他不知所措什么东西，那其实真的不必担心，你就犯错也没关系。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上课感到最为难的一个例子就是立论。我们知道鲁迅的立论，对不对？到人家家里去说这个小孩将来升官啊，赏一笔钱；这个小孩将来发财，这个很好；这小孩将来要死掉，被人打出来。那鲁迅的总结就是说，你看说真话讨打，说假话拿好处，那人应该怎么办？那个老师就惊天天泣，哈哈哈。那然后就要跟学生，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到了某一个场合，周围大人都在说话，他们似乎有一套礼节，可是在这个学生看来，他们很虚伪，他们中间有很多假的东西，他实在是不适应。他要是适应，他不会有这个感觉。那这种时候怎么办？我是碰到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跟他们说，比修养、比世故更重要的还是你说真话，还是你说出自己的东西。我说，比方说，我有上课说错的东西，我有一句话，我说你们多少人会跟我指出，比如一个简单错误，广东话的一个发音，读一个音读错了，很少，只有1/3的人说举手会来跟我指出。那我就说我是赞成他们给我指出了，我就是下次我可以避免了。但讲完以后呢，正面教育完了以后呢，我还补充一句，那说实话，我以后又会记住这几个给我挑错的学生。那这又是实情。这些学生，你如果说他给我挑错的态度不好的话，我肯定又是记住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也可能也是我错。反正我跟他们说，你说真话，让自己舒服还是最重要的，比让别人舒服重要。所以这跟我刚才讲的是矛盾的，把人家就是有这个复杂性。不是，这肯定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把年轻人全给教坏了。啊，我们先说这真话是一个绝对真话。那么绝对真话的一个前置，你要说的时候是可以不伤害别人或者轻微伤害别人。比如我给徐老师指出的这个错误是无关痛痒的，我当然积极的去指出，你记住我也更好。如果你这个错误是个致命的、很丢人的，当着所有的学生，你把这个事情指出来就会很丢人，就是愧对大学教授的这么一个身份的时候，那这个说不说真话？那我说，如果说还是要说的话，那能不能私下去说，这就是技巧问题了。就是不要去公开的啊，有时候我们文化就是一个外衣，是吧？我们爱面子就是爱这个外衣嘛，外衣是一件一件穿上去的，你可以剥下它一层外衣，但是你不能把它剥一精光，那剥一精光谁也受不了。所以在这个就是说真话假话之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人和官员之间，无非就是这么个问题。看着皇上的脸色都变了，您这还一个劲儿的直谏呢，那你不是找倒霉吗？那肯定皇上就是一怒就给你发配了，发配了问题不大。你说发配了苏东坡，发配到海南还去了呢，但问题是耽误你人生很多事情，你做不到。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选择，这个选择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社会成本。你在这个社会成本中啊，选择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可以承受的、效果又相对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谓你刚才说所谓的人情练达，实际上就是找这么一个位置。我们还一一的详细的讨论了这些事情的公式，基本上认为就是怎么来说哈，
凡是生理性的，尽量不能批评。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批评它是没法改变的，你尽量不要批评。凡是不是生理性的，是你可以改变的东西，比方你坐的姿势啊，比方你穿的衣服啊，你这件衣服不好，你可以跟他说。但是你的肚子太大，或者你太胖了，那你这个事情就不大好说了。太胖了还能改，你不能说他腿短，这是彻底改不了了。腿短，肚子大了就减肥嘛，对吧？第二呢，就是你关系越好，你跟他越当作朋友，你就越应该跟他讲实话。比方说你是你的同事的室友，你跟他很好，他买了一件衣服，其实穿得很傻，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说不说？不说，不说。哎，我有时候跟他讲实话，他都受不了啊。什么？都跟我急了。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他关系好的闺蜜，那你就应该，当然说有技巧，对不对？你这件衣服改一改会更好之类的。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去规劝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地位平等，你的话才起作用。如果你明显有社会差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自己说话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不是说你低了就不能发言。如果你低的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语言来弥补，让你给他拉平。如果你地位特别悬殊，你是不能劝的。尤其人家俩人打架，您一个人没有身份，你上去劝架，只能火上浇油。对，如果你身份高，那上来个就停了。你们打什么打呀？我得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仔细想想，这又很可悲呀。关系不好的就说，哎，衣服好看好看。不是这个关键是关系好了，你就来说你这件衣服你要短一点才会更好。你可能要憋很久才能说，但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不说呢？不是不为他好，也不是关系就是好坏或者是高低，而是说我如果告诉你了，我就表明我的审美比你强吗？对吗？可能你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人也是很精心的打扮了，你说不好看，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审美比你高？我的问题的前提是你的室友买来一件衣服在那里试，然后问你说怎么样？他都买了，我说不好看，为什么呀？这么世故，这得说好看啊，这怎么着都得说好看的。不是，哎，马爷这个最有经验了，人家买了个东西，花了那么多钱，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人家都是说这个，过去有句老话叫见人减寿，遇货增值，就是你不是说您多大了？说70，哎呀，不像您像60了，往下说。说您这东西多少钱买的？30，哎呦，我买得50，你得我遇货增值，这就是一说话的技巧。那如果人家买的明显是假的呢？对，买的古董说这假的是这样，花了老钱了啊。对，那你要说真的是那当然我会说实话，就是那会委婉啊，委婉，但是他有人听不出来。你比如我做节目就有过这个事儿，你比如那个永乐压缩杯，全世界已知的就3件哈，那人拿了一个，我说全世界已知的就3件，您这是第4件，这话委婉吧？他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幸运吗？全是哎，像这话说的很有技巧，对吧？您这是第4件，这骂人呢，这个。但是所有人旁观者全都听出来了吧？就他自己听不出来，这产生了极强的一个幽默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里的预期和愿望是不一样的。他在此时此刻，他宁肯就是相信我亏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真了。对了。就是您知道吗？还有些人跟人呐，也确实也是讲个投缘不投缘，但是更多的情况，我确实是发现有些人就没有修养，包括有的上司，就是你怎么说呢？你比如我就亲眼见过人家他的一个下属，我在旁边看着都我这个正义感都 hold 不住，那这个下属悄悄去买了单，你说你那耍什么威风啊，对吧？就是说谁让你买单了？谁让你买单了？我跟文涛在这吃饭，我说走了吗？我说走了吗？拿着烟灰缸哐就砸过去了。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干什么啊？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我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少数的例子，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生活里都碰见过，就是有些人真是特别差劲，修养很差。但是如果你无奈，你跟他就是同事，甚至他有可能是你的上级。他天天这样的跟你就您甭说我抬举你，你抬举我了，他这个人因为修养不好，他老侮辱我，他老贬低我，他老欺负我怎么办呢？那就辞职吧。不还有很普遍，就是你有一定位置的人，只有比他高的人能批评他，比他低的人都不能批评他。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都是开会，我自己大学里开会，开会之前，上司来之前，大家都在讲某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件事情很荒唐，大家都在笑，谁想出来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好了，等这个上司来了，他一上来就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好，一讲完以后，大家就闷掉了嘛，因为刚才都在骂这个啊怎么坏。隔了几分钟以后，就有人开始，哎呀，虽然呢这个事情是一个新生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啊，什么什么什么来讲。那一般这个时候总有几个人会转过来的，这个本领真是大，因为5分钟之前他还在说，同样他的嘴巴里说出来，就是傻瓜才会讲出这种的什么人呢，那没有脑子的，现在他就跑出来说。很好，很好，很好。我讲的是香港，我所在的大学。但是道理是一样啊。我不开心，我要不要表达我的不开心？就是各种选择其实都摆在面前，但是你选择怎样做人，你就各担因果，对吧？你就要付出成本。哎，马爷，您像我说的这种，您碰见过没有？就是你就难打交道。这个同事里啊，我觉得哪个单位里都有。个别的特别难打交道的人，跟谁都不合。那这些人呢，你就敬而远之。我老说呢，你工作中啊，你不能成为朋友没关系啊，但是你能够正常工作，不要成为敌人。不要能成为敌人，就是你正常工作，你那个做的有理有节的，然后你做事情很得体，然后就是工作啊。而且工作以外的事呢，尽量少说，因为你只要一传，因为这人不好打交道嘛。我觉得一个人呢。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不算本事，跟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那算一个本事。对，我可以工作，但我可以不跟你做朋友，我可以跟你做工作啊。那有的人是什么呢？我们也有这种人，就是说，单位里也有嘛，就是人家说跟他做朋友特别好，就是不能在一起工作。也有啊，就是一到工作就较真儿，别人错了就人家道歉也不成，那这个事情就是个人的问题，所以最终呢。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一个不合群儿，或者说难伺候，或者难沟通的人，最终在一个单位都是会受人摒弃的。但有一个这个问题会出现，大家会说，那这个人为什么还会在这个单位里呢？往往这个人呢会被认可。认可呢，当然基于2点，一点是他真有本事，你们没办法；还有一个呢是他可能在人情上或者人情关系上，你比如人家说。为什么不开他？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家里有什么人跟什么这个关系，这大家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公司领导如果说他有一个什么事情，他交给第2、第3，就说能力来讲哈，假如说10个人里边，那排在第1、第2、第3。如果说上司把这件事情交给第1、第2、第3呢，不见人情，就是那个第1、第2、第3的人啊，他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事情交给我做的。或者说正的叫一个负责，他给第8、第9的人啊，这个人就非常忠于他。就以前有个公司领导就跟我说，他说有才有什么用？要这个才为我所用才有用。所以做人的说话的技巧啊，有时候一句话就会导致这个态度的。这社会多复杂呀，人情世故这家伙如海深呐，是吧？但是我就能理解了，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儿？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在纽约，那不是我们后了，比我们后。那个作者姓曹的，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年过70了，回来了，回来在北京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纽约人在北京。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他就说啊。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叫做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牧场，就坟场，老年人的坟场。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这好。他说你，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儿，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都是负债的。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是个人。你要一没这个工作，你立马成孙子，就是因为你房贷、车贷、学贷，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你就丁老师，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的第1年，老华侨们，我看了老华侨们就看出来，当然那这个老华侨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劳工阶级，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那些老华侨，你就发现很多的老华侨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都想回到故土。哎，他说回到故土，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遛遛狗，走走路，是吧？在美国就很惨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郑老师当年你在美国，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移民嘛。聊移民，我就一下就想到他，他当年你知道在跟名人啊曾经同居过，跟这个现在是李银河的夫妇，这个已经去世的那个王小波，对吧？他跟王小波呢曾经住在一个小楼里，而且呢，他住的那个房子啊，是他去美国李银河帮他租的。是李银河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哎，对，我做过以前是我们一个单位，但我那时候没见过他的面。你当时去美国为什么让李银河帮你找房？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而且我们是一个研究室。他不像我早10个月到美国，拿的是同样的这种资助，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大学校长资助，所以我当时人家就说到美国去跟中国不一样。对吧？在中国，我们这些单身汉是不交房费的，因为你做集体宿舍嘛。说到美国去，那点钱哪能付得起房费啊？你得找人帮忙啊，不然你就坐在马路上。我想他们坐马路上给警察给抓起来，然后就托李银河找，李银河真的给我们找到了小阁楼，但我没你那个胆量，就把阁楼在外面再盖个楼，没那个胆。这丁春秋，一下就扎一针啊，一下扎一针。我来作证，他拆了，因为他拆了之后有抑郁症。整天说家辉，我越想越不服气，可是没办法，要守法是吧？然后要看风水，又这个那个，最后他看破了。不是这个是就因果嘛。当然，既然这个丁老怪揭发了我，对吧？我也不怕给大家承认，因为这本身就是新移民的一个问题。对，我今天我跟广美还说呢，我说聊移民，就主要是他们俩说，家辉在美国生活，丁老师对吧？后来广美启发我说，咱们在香港生活也算移民呢，对，内地嘛，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你是台湾吗？是不是？对，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我现在想聊移民找我干嘛？我没移过民。后来一想，哎，不是，我好像也是一个算移民，还移了2个地儿。我们刚到美国去的时候，听到的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震撼呢，是2个韩国人，他跑到纽约去，在纽约餐馆里面打工，然后呢，纽约冬天很冷，他们想吃狗肉，说84年想吃狗肉，结果他们一点英文都不懂，我们留学生嘛，多多少少懂点英文，他跑到超市去想买狗肉，超市怎么会在美国有狗肉呢？然后这2个哥们实在是熬不住了，就把人家那个宠物狗给偷吃了。哎呦！宠物狗偷吃了，这2个人并不认为是犯罪行为，关键问题在这里，就跟你一样，钱奸一样，他并不认为这个是违法的。他们把那个狗吃了以后，就把那个骨头就包一包以后，就扔到他们那个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结果人家后来又找，终于找到了，一找到以后，这2个判了6个月。本来说还要判的更多，不是他不认为是违法，是说不认为吃狗肉违法，还是不认为偷人家东西违法？他们不认为偷狗谁都知道违法，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他们更不认为偷人家狗是法上加法。所以对啊，没有。其实文涛你是那个科技进步的受害者。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啊特别严格，因为有航拍，他们那个政府执法，经常你以为他这小孩子在玩嘛，没有，他在执法。放个飞机看你们这种豪宅啊，谁这违章建筑那就抓。不算豪宅好吗？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他那个都有纠察队。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了呀，纠察队。你说那个像北京人讲的这个什么小脚老太太是吧？对呀，朝阳，北京有朝阳大妈，跑马地也有。香港有爱投诉的市民是吧？哎，广美，你看你能分享吗？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我为什么找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也曾经是一个新移民，因为我觉得。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自得其乐的，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了。
家辉也是跟这个丁老师一样，也移民，你在美国生活多少年？我不算移民了，因为我经常这样分开，移民跟移居是两回事哈。移民的话，你就是有一点连根拔起的感觉，至少是一个长期的嘛哈。然后呢，你跟那个环境建立关系。那我在美国几年就是移居嘛，我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我不会在这里拿什么绿卡、拿护照，不会。为什么呢？我学完就走，因为英文不好啊，很憋啊。很憋啊！那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嘛，以前没有了，我不吃狗肉，不要这样看我，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你只是爱偷狗，这鸡鸣狗盗之徒，在哪儿都好混。精明啊，不是。然后呢，那个后来当讲师也拿了最佳讲师，那学校呢看我毕业的时候就叫我说，哎，要不要考虑？假如我留下来呢，他们会替我办。那我只有当天也考虑了2个钟头而已，那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留在那边8年了，有时候讲课我还一边讲一边心里在笑，心里想这些洋鬼子学生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吗？然后我就决定不要了，我就回来香港闯荡江湖，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嘛。我就想回来见证这么重要的这个时间。就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我不会这样想嘛。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哈，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然后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呀？那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一起读博士班的啊，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你看李家辉整天对着我们香港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我说有吗？他说是啊，你看着洋人就笑口眯眯啊，就是我崇洋媚外，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受伤害了。为什么呢？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对着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为什么？广东话说以笑遮丑啊。以笑遮丑，英语不好嘛，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我就只好笑了，特别的友善，特别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 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根本不懂他讲话，那别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你对洋人崇洋媚外，对着我们自己人呢，黑口黑脸，我觉得我蛮伤害的。这个今天中国富起来了。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通讯啊都很发达了，很简单了，是吧？还应该不应该移民？需要不需要移民？移民对不对？好不好？我一直坚持这一点。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试一试，试成功了，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际。试不成功，你再回来。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啊。试不成功，你得回来嘛，交学费嘛。我觉得先移居吧，先移居，再考虑移民。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世界那么大，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我强烈建议，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听我们讲，哎呀，我明年移民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算什么玩意？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本事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当酋长，那才是大牛。是吗？那现在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嘛？我们那个年代讲的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我就不回家，衣锦还乡这样。现在不是嘛？我可能去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或者说拿了护照飞来飞去。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所以刚说，其实移民，假如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非常美好。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哈，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这个中国人呢，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必然是这样。就是说啊，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
这其实从历史上看，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就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是一个误读。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你比如说丝绸之路，或者说是这个海外，比如说宋朝、南宋，这个中国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他们也往海外跑，对吧？这个南洋华人，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他一样都往海外跑，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是不成问题的事实。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已经遍布全球了。刚才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移民，现在没有太阳的地方也有华人移民，就是北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南极，我的普通话没太阳吗？那个地方一年大概8个月极夜的时候，对。你像那个，实际上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刻：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哎，人多嘛？确实说的啊，这个英文不好，是不是头一个问题？我想比英文不好更严重是钱的问题。如果你钱很多的话，英文不好，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然后就听人家的话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但有2个途径，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第一个，不管什么女的，只要愿意跟你2个同居，都可以。然后呢，你跟他学英文，你是吧？你给他干活。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就是美国同学啊！这美国同学不错。李银河，我觉得李银河，没错。第2个呢是最简单的，我采取了第2个办法。他说你啊，买一个最便宜的黑白电视机，因为那个彩色电视机很贵的。然后你有事没事电视机开着，在里面听那个脱口秀。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呢，我的英语大概就10句话而已，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而且很穷啊，特别穷。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真的？那当然。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啊？但是你要穷着站着睡了，没得躺着睡，房间太窄，天哪，要用站着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你腿太长，房间太窄。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15平米的房子住2个。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1.8米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用掉我工资1/2以上，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要知道香港有这种感觉吗？有这么厉害吗？96年的时候你要去问路啊，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是直接弹开来，他害怕。为什么？我不晓得。你要抢他钱呢？不是，非法移民呢？怕他割他的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栋大楼里面，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氏，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我就跟他对不起，我可不可以？我话都还没说完，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弹到最里面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在当年呢，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就是香港人啊，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我还曾经记得，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啊。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就是到了我的台词儿，我上去录，到他的，就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他拿这个纸巾，我们2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啊，他这样，你知道吗？我很敏感的，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非典，不是非典，他就是臭不臭呢？那时候不是臭啊，就是那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好几天不洗头，对吧？但是我就感觉就是哇，我说你至于吗？在这儿哎，录完了什么，啪，马上弹开我，就像你说的，这让我想起来，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就是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英文跟广东话，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而且有距离的。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我跟你不同，我刚到香港来之前，因为我在广州7年。所以呢，你也会说白话的呀。识聽唔識講，就是，但是你会听啊，你就认为你会讲。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所以呢，我就到了香港。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啊，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最后这教你说，哇，窦先生，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移居也好，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脱离自己的舒适带。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个尊严吧，要去学当地的语言。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啊，连女孩都欺负我。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他们就你点吧，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他说点，跟他讲说我要除衫。哦，除衫。菜心叫除衫，除衫，我要脱衣。但是除衫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除衫，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很好奇那个。要家辉学这个话，就成性骚扰了。不是那个，我很好奇，那服务员怎么反应啊？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马上把电话号码。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她们就这么整我。那时候很受伤害啊！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你不可能学语言。他说这个是，我问你们2位啊，在美国这个生活，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这个最受伤的事儿，你记得吗？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讲几句，讲几个创伤，因为我创伤太多了。讲一个还是讲2个还是讲3个？定春秋，这要不就是春秋吗？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就在匹兹堡大学上课，上那个基础课，就是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我们班上大概有30来个学生，外国学生嘛，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我大概是在班上是3个亚洲人之一，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校长的奖学金，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一个问题不敢提，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2个星期下来，班上2个白人同学，男的，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他们自己要付学费的。所以那个眼神呐，虽然我不懂英文，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2个的眼神。但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他直接讲 ，no， 我就要读懂他的眼神。你觉得他心里丁老师翻译出来的？你想多了吧？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眼神是有语言的。你没办法证明啊？那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可以证明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这是第一个受迫害，你要问我多得很呢。家辉来一个。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这绝是啊，我拿的是人家的钱呐。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包嘛，蛮有趣的。我那个脸皮比较厚，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他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把你讲那个情况，我们倒遇到一个，住在一个楼上，我们那个3层楼，那个第2层楼一个老王，我不好讲名字我记得，他是东北来的，他是学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哎呀，这哥们喊，这哥们比我们当时还大个10来岁，他已经是中年人了啊，我们那时候还小青年。他跑到美国去以后，他英文比我们还差，但是他胆特大，每个周末都请我同事来吃饭，跟你一样。他后来临走的时候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是在匹兹堡人人皆知，就是华人呐，人人皆这个，
他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内定为回来以后要当院长。他走的时候大概是个系里的副主任，所以呢，干部说你到美国去，美国很腐败，要注意不要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辐射，回来以后就麻烦了。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卫生所啊要了一大堆的那个避孕套、卫生套，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以后，好像没什么机会用，至少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他是访问学者，就是10个月就要回去了。不，我们是读学位嘛。临走的时候呢，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就是叫 yard sale， 就临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嘛，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他把所有能够东西拿着都卖，其中呢就包括来带上一大包的避孕套啊，放过期了吧？我们一看以后就傻眼，说老王啊，这个东西不能卖，因为这个传染病呢。他说我这也没用过。我们讲人家也不知道呀，美国人不知道啊，你这个在美国卖了也不在中国卖。我想起来了。他马上回去以后就拿一个大白纸牌，然后就用大那个粗的那个笔就写个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没用过，那才精彩了。这就像有些观众这个黑我说我的大脑最值钱，因为是新的，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我现在插一个题外话。这句话没用过，可以很幽默哈，黑你，可以很哀伤的。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从来没用过。对，没错，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据说是他写的。那么就是说那个2句话，就是那个一双婴儿鞋子啊，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从来没用过。哇，就很多故事啊。很多想象，对不对？那当然，对，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是买了浪费吗？还是那个婴儿很不幸去世？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脑海的小说就出来，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的大脑 never used。我们就想，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不去？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呢。你到了那儿，就是你看我在香港，对吧？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还能通行江湖，能应付一下。我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啊，你真到了美国，就是英语不行啊，什么叫寸步难行？我约略能够想象，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啊，我们一起出公差。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我当时就发现，如果我要去了，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一直到即便到你回房间里，就是到最后是半夜，鲁豫在我面前说：“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快去就快。”在挪威奥斯勒，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仅次于你的智慧，还没你们好。他带着老婆带2个孩子，他要喝牛奶，他英文也不行，那根本讲是挪威语，挪威语很难讲的，我都听不懂。他后来一个讲了好半天，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不带脂肪的，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全脂、脱脂，就是很复杂的，搞了半天。他对方那个服务员听不懂，结果他想了个绝招，孩子要喝什么？就喝妈妈的那一种。然后呢，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这是什么呀？非常生动，这是脱脂的吗？脱脂的，他认为这是脱脂的。这是牛的，这是牛的啊，这是人的，这是人的，完了，服务员一看以后，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光美，你讲，真的不一样。没有，我刚才我只是想要讲，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呢，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就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啊，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就我们看见离开你的车子，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对，但我们的
本能反应，就是说，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我是有执照的，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你一伸手完蛋，噼里啪啦，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把你痛打一顿，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是。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我不用试一下。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就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哎，我就跟家辉说的，说对老外对笑脸相迎啊，我们派我去公司，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你知道吗？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早上6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嘛。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就是像你说的，人家说啊，这个外国人呢，你见到他要笑，对吧？叫笑。然后呢，黑口黑脸，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长得还挺漂亮，我怀孕的啊。那个女的见到我，她一点也不笑啊，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然后她就问我一些我也听得半懂不懂，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我说是 salary，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呀，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呀？什么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呢，最后就给我说急了，就是说那这个什么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跟我说半天这个事儿，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什么的，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我最后急了，我就跟你说，嗨，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他爱给多少给多少，不能的，违法。走了。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出公差给拒签了。后来他就说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香港美国领事，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说这个女的啊，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然后呢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他呲咪笑，因为谄媚，他是觉得心里有鬼。那我跟你讲，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这种误会啊，可大可小嘛。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夏威夷，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表情的误会，还有行为的误会。干嘛呢？我下飞机，你要检查行李，入境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哈，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然后瞄我几眼，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哈，哎，那这样，扎挤眉弄眼的这样笑哈。然后呢，他突然本来对我笑，突然不笑，凶起来，脸臭起来，我说干嘛呢？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把我抓进房间，搜身，全身搜，身体所有的部分你能想象的他都搜了。那我无所谓嘛，我清白嘛，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大家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没关系，因为我心里想，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的，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你要看就看嘛，这样。然后呢，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清白，那出去，那老外也很好。那给我道歉说啊，抱歉哈，给你带来麻烦。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原来他指一下，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发现有避孕套。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吧？没用过，没用过的 ，never use。但是你带的可能你带的是用过的。里面原来过程里面啊，我记得他检查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不是，第一个我很年轻，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你有女朋友吗？在美国有 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然后呢，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藏在身体什么地方？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要带着100多个？那他没有这家辉的过，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啊。